公元1424年的那个夏天，榆木川的风沙大概比往年都要喧嚣。65岁的朱棣躺在行军的大帐里，金戈铁马的喧哗声正在离他远去。这位大明帝国的第3任皇帝，在他第5次亲征漠北的归途中，终于触碰到了那个名为宿命的终点。他一生都在马背上度过，最终也死在了马背旁。帐外的北风呼啸，仿佛无数冤魂的呜咽，又像是万国来朝的赞歌。在这种混沌的弥留之际，他的灵魂似乎脱离了衰老的躯壳，越过长城，越过刚刚建成的紫禁城，回到了那个大雨滂沱的南京，回到了那个鲜血淋漓的起点。公元1360年，当朱棣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应天府时，陈友谅的大军正虎视眈眈。那时的朱元璋还不是皇帝，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搏命的吴国公。朱棣的童年没有太多温情脉脉的记忆，充斥耳膜的是战鼓声和父亲那双凛冽的眼睛。作为第4子，他既没有长兄朱标那种天生的法统神圣性，也不像幼弟们可以安享荣华。朱元璋这颗从贫农阶层生长出来的暴烈种子，将那种对土地的执着和对权力的极度不安全感，不仅植入了这个帝国，也植入了朱棣的骨髓。这种边缘感或许是朱棣一生野心的最初养料。在洪武年间的紧绷空气中，为了给仁厚的太子和后来的皇太孙铺路，老皇帝朱元璋举起了屠刀，将功臣宿将几乎屠戮殆尽。蓝玉的人皮被剥下，胡惟庸的九族被诛灭，年轻的朱棣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惊恐，却也暗自在这个残酷的政治课堂上学会了帝王术的核心。为了权力的稳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而要在这个绞肉机般的朝堂活下去，唯有比别人更狠更隐忍。命运在他20岁那年拐了一个弯儿，他被封为燕王，就藩北平。这里是元朝的旧都，是汉文明抵御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北平的风雪与南京的烟雨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吴侬软语，只有凛冽的寒风和边关的冷月。在这里，朱棣脱去了皇子的锦衣，换上了沉重的铁甲。这段长达20年的戍边生涯是很多史书一笔带过的，但对于朱棣的性格塑造至关重要。他不仅坐镇王府，更是亲自深入漠北。他在荒原上追击北元残部，在漫天的风沙中辨识狼烟。他熟悉刀锋切入骨骼的手感，更熟悉如何在死生一线间做出最冷酷的决断。他与手下的张玉、朱能等将领同吃同住，建立起了那种只属于战壕的比血缘更牢固的袍泽之情。这20年，北平的风雪将他的心打磨得如铁石般坚硬，也让那颗名为野心的种子在苦寒中悄然发芽。如果太子朱标不死，朱棣或许会成为大明最锋利的一把塞外树刀，做一名威震边疆的贤王。但历史无法假设。公元1392年，朱标的早逝推倒了第1块多米诺骨牌。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做出了一个日后让无数史学家扼腕叹息的决定，立朱标之子，年仅15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这是一个基于儒家宗法制最完美的决定，却也是基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最危险的决定。一群如狼似虎、手握重兵，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叔叔，面对一个在深宫中长大、满口仁义道德的侄子，权力的天平在那一刻就已经倾斜。
当公元1398年，71岁的朱元璋带着对大明江山无限的眷恋与忧虑闭上双眼时，遗诏中那句“诸王邻国中，无至京师奔丧”暴露了老皇帝最后的不安。他试图用一纸诏书挡住儿子们的野心，殊不知这反而成为了乱世的序章。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身边的儒臣齐泰、王子成，手里拿着儒家的经书，眼里却容不下藩王的兵权。他们没有看到藩王作为屏障防御蒙古的作用，只看到了皇权的旁落。削藩这个在历朝历代都伴随着血腥的词汇被摆上了朝堂。周王、代王、齐王、襄王，短短1年内5位亲王或废或死，特别是襄王朱柏不堪受辱，举家自焚。冲天的火光不仅烧毁了襄王府，也烧断了朱棣心中最后一丝亲情的羁绊。朱棣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北平的燕王府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但这寂静之下是即将喷发的火山。为了活命，为了等待时机，这位曾在漠北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统帅，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屈辱的一场表演——装疯。盛夏6月，他围着火炉瑟瑟发抖，他披头散发在街市上狂奔，抢夺路人的酒食，甚至在密探的监视下，他趴在猪圈里抓起肮脏的秽物塞进嘴里，傻笑着咀嚼。这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画面，一个心怀天下的枭雄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尊严踩进烂泥里。就在这疯癫的表象下，燕王府的后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个名为道演的黑衣妖僧姚广孝的策划下，王府的地下被挖空，数百名工匠日夜不停地打造兵器。为了掩盖打铁的声音，他们在地面上养了成群的鹅鸭，用禽鸟的聒噪来掩盖刀剑出鞘的清明。这就是历史的荒诞与残酷。地上的疯癫与地下的筹谋共同构成了朱棣生存的二重奏。公元1399年7月，北平的空气凝固到了极点，朝廷的抓捕令终于来了。张炳和谢贵率兵包围了燕王府。朱棣知道演戏的时间结束了，他摔碎了手中的药碗，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眼神中再无半点浑浊，只剩下鹰隼般的锐利。那一天，北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誓师起兵。他指着南京的方向向全军将士，也向那个高高在上的苍天发出了怒吼。这是一场豪赌，以北平一隅之地对抗整个大明帝国的举国之兵。在当时看来，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战争的初期是艰难的，虽然燕军精锐，但毕竟兵力悬殊。建文帝派出的老将耿炳文以及后来的将门虎子李景龙带着50万大军压境。朱棣在风雪中穿梭，在生与死的边缘反复横跳。然而历史似乎总是偏爱那些疯狂的赌徒。李景龙的无能给了朱棣喘息的机会，他不仅守住了北平，更在郑村坝、白沟河等地屡出奇兵。让我们把目光定格在白沟河之战，这是靖难之役中最具神话色彩，也最能体现朱棣军事天才与宿命论的一幕。公元1400年的5月，白沟河畔60万朝廷大军如乌云压顶。此时的朱棣已是强弩之末，战斗从清晨杀到日暮，河水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燕军的左翼已经被击溃，朱棣亲自率领的旌旗也陷入了重围。他换了3匹马，手中的马槊折断了，便换上战刀。
战刀卷刃了，便挥舞铁鞭，身边的亲卫一个个倒下，敌军的长矛甚至一度擦破了他的战袍。就在这万分危急、几近绝望的时刻，朱棣策马冲上了一处高坡，他勒住战马，回首望向身后的残阳。那一刻，他或许想到了父亲朱元璋在鄱阳湖上的绝境，想到了自己装疯卖傻的日子。一种悲怆而狂暴的力量从他胸膛炸裂，他举起半截断鞭，并没有下令撤退，而是做出了一个违背常理的决定，向着敌军最密集的中军大旗发起自杀式的冲锋。就在燕军骑兵开始冲锋的瞬间，天地仿佛感应到了这位枭雄的意志。原本向着燕军吹拂的逆风突然诡异地停滞了片刻，紧接着狂风骤起，风向斗转，这一股妖风卷起漫天的黄沙与碎石，劈头盖脸地砸向朝廷的大军。李景隆军中的帅旗，那根象征着皇权与正统的巨大旗杆，竟然在狂风中被拦腰折断。帅旗折断，对于迷信天命的古代军队来说，是毁灭性的心理打击。朝廷军队瞬间陷入了混乱与恐慌，原本坚不可摧的阵型，在风沙与恐惧中土崩瓦解。朱棣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瞬间，率领最后的铁骑如黑色的闪电般切入了敌阵。白沟河的河水再次暴涨，这一次流淌的是朝廷60万大军崩溃的噩梦。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逆转，更是心理上的转折。从此之后，朱棣坚信自己身负天命。那个原本名不正言不顺的反贼，在白沟河的风沙中完成了像天选之子的心理蜕变。然而，白沟河的风沙并没有直接吹开南京的大门。接下来的2年，战争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拉锯。朱棣像是一头困兽，在山东、河北一带左冲右突。虽然屡战屡胜，但地盘却始终无法扩大。每当他攻下一座城池，一旦大军离去，朝廷的势力便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直到建文3年的冬天，黑衣妖僧姚广孝在灯下对朱棣说出了一句定乾坤的话：物下诚意，急趋京师。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朱棣混沌的战略迷雾。既然剪除羽翼无用，那就直接刺穿心脏。于是朱棣做出了豪赌中的豪赌，他绕过了重兵把守的坚城济南，撇开了所有的后勤补给线，率领轻骑千里奔袭，直扑南京。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死亡行军，前有长江天险，后有几十万追兵，一旦受阻，便是全军覆没。历史的宿命感再次降临，朝廷中枢的指挥失当，让这支孤军像一把烧红的刀子，毫无阻碍地切进了帝国腹地。当6月的大水涨满长江时，朱棣的战马已经饮马江畔。此时的南京城，那个朱元璋花费无数心血打造的金城汤池，却因为人心的溃烂而显得不堪一击。把守金川门的，正是当年败于朱棣之手的李景隆和古王朱举。面对兵临城下的燕王，他们没有选择抵抗，而是打开了沉重的城门。公元1402年6月13日，南京城破，朱棣策马入城，但他没有立刻享受到胜利的狂喜，迎接他的是皇宫深处腾起的一股冲天黑烟。那是建文帝最后的决绝，或者说是最后的迷雾。当朱棣在众将的簇拥下冲到奉天殿前时，火势已经吞噬了这座权力的巅峰。他在炙热的浪潮前勒马，看着那熊熊烈火，
心中涌起的或许不是复仇的快意，而是一种巨大的空虚与恐慌。他需要一个活着的朱允文来禅位，或者一个确凿死去的朱允文来终结法统。但大伙留给他的只有几句面目全非的焦尸。从这一刻起，那个不知所踪的建文帝就成了朱棣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他赢了天下，却丢了正统的证据。那个篡位者的标签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永远地印在了他的额头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武力只能征服肉体，唯有文化才能统摄灵魂。他迫切地需要一张合法性的面具，来遮掩那块名为篡位的丑陋烙铁。于是他那双布满血丝的渴望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方孝孺。方孝孺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当时大明士林的图腾，是读书种子，是儒家道统在这个乱世中肉身化的象征。如果这位建文帝的帝师肯为他起草即位诏书，哪怕只是寥寥数语，朱棣便能借着他的笔，将自己从乱臣贼子粉饰为周公辅政的圣人，披上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伦理外衣。这是一场关于解释权的争夺。朱棣想买下历史的笔，而方孝孺握着那支笔，就像握着最后的孤城。朱棣算尽了天时地利，却唯独算错了一样东西——读书人的脊梁。他低估了那种在这个功利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坚硬如铁的浩然正气，更低估了儒家信徒对于忠臣不事二主这一信条近乎殉道般的决绝。这是一场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极具悲剧张力的巅峰对峙，画面定格在南京残破的朝堂之上。高处，朱棣端坐在龙椅上，一身戎装未卸，金甲上似乎还带着硝烟的味道，威严不可一世，试图用绝对的权力压倒一切。接下，方孝孺一身素白的斩衰校服，那是为建文帝而穿的丧服，在这金碧辉煌却又血腥弥漫的宫殿中显得刺眼而决绝。他面无惧色，眼中的悲愤如同实质的火焰。朱棣压抑着心头的暴力，挤出一丝伪善的宽容，试图展现一位明君的胸怀。他走下单臂，近乎恳切地说道：“先生何必自苦？朕此举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以此安社稷罢了。”方孝孺猛地抬起头，目光如炬。他冷冷地反问，字字如刀：“成王安在？”朱棣心中一凛，答道：“彼由于自焚，已归天矣。”方孝孺步步紧逼，既然如此，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眼神闪烁，推脱道：“国家多难，当立长君。”方孝孺厉声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弟？”这接连的三问，像三记响亮的耳光，彻底剥去了朱棣那一层周公辅政的虚伪画皮。逻辑的遮羞布被撕得粉碎，朱棣终于恼羞成怒。他原本的耐心在方孝孺的道德审判下化为乌有。他咆哮说着：“此朕家事，何须多言？”随即他命侍从强行将笔墨塞入方孝孺手中。方孝孺握住那支笔，却并未沾墨。他悲愤至极，仰天长啸，随后狠狠将笔置于地上。那清脆的断裂声仿佛是某种决裂的信号。他一边放声大哭，一边指着朱棣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历史的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随即被染成了血色。朱棣成全了他，用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残忍方式，在传统的富足
母族、妻族这9族之外，朱棣疯狂地加上了方孝孺的朋友与门生，这便是史无前例的第10族。整整7天，南京城的苍穹被血光染红，聚宝门外，刽子手的刀刃卷了又磨。873人，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尚在襁褓的稚子，亦或是满腹经纶的学子，一个个在方孝孺的面前倒下。方孝孺强忍着锥心之痛，看着自己的亲友。学生为了自己的气节而赴死，直到最后时刻，他也未曾低头求饶，最终被凌迟于世。这是一场权力与气节最惨烈的碰撞。朱棣赢了，他用最残暴的物理手段消灭了反对者的肉体，但他又输了，输得一败涂地。那流淌在南京街头的鲜血，化作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永远地隔绝在士大夫发自内心的敬重之外。他杀光了那个时代最硬的骨头，也亲手掐灭了那一点刚刚萌芽的关于君臣之间纯粹的道德认同。从此以后，大明的朝堂上多了磕头虫，却再难见到一个敢于直视帝王过失的方孝孺永乐盛世的辉煌大幕。就这样，在浓稠的血腥味中缓缓拉开。但这令人窒息的静默，并不能维持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杀戮清除了道德上的反对者，却也制造了行政上的真空。朱棣深知，要驾驭这艘刚刚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帝国航船，光有染血的屠刀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支绝对服从又能高效执行他意志的笔杆子队伍。既然旧的官僚体系对他充满了敌意与鄙夷，那么他便索性绕过他们，在废墟之上另起炉灶。于是，一个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几百年的机构——内阁，在永乐初年的文渊阁悄然诞生。朱棣挑选了谢峻、黄怀等7位才华横溢但资历尚浅的文人入职文渊阁。这一手玩得极高明，这些人品极不高，没有法定行政权，不会像宰相那样威胁皇权，但他们参与机务，草拟诏书，成为了皇帝意志的延伸。在那些深夜的烛光下，朱棣不再是那个挥舞屠刀的暴君，而是一个求知若渴、勤勉治国的政治家。他与谢居讨论历史兴衰，与杨士奇商讨赋税减免。通过内阁，朱棣成功地绕过了那些死板守旧，对他心怀不满的6部高官建立了一套唯他是从的高效行政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效率，更是为了安全感。他只相信这些由他一手提拔、没有根基的天子近臣。在稳固了政治核心后，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的血管——经济。经过靖难之役，淮河以北村里无废犬，路断人稀。朱棣展现出了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的经济视野。朱元璋是典型的重农主义者，甚至有些仇视商业，而朱棣虽然也重农，但他更懂得流通的价值。他下令在北方推行大规模的军屯与商屯。既然北方缺粮，那就让士兵种地，让商人运粮换取盐引。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边防军的吃饭问题，还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流动。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日后迁都北京的宏大计划，朱棣开始疏浚大运河。这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这是帝国的生命线。他征调几十万民夫清淤筑坝，打通了这条南北大动脉。从此，江南的粮食、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沿着运河向北输送，如同新鲜的血液蹦入帝国干枯的头颅。在南方，
他安抚了富庶的苏州、松江一带。虽然他对江南士大夫心存芥蒂，但他没有像父亲那样进行掠夺式的打击。他明白那里是帝国的钱袋子，在杨士奇等人的建议下，他适当减免了江南的重负，让战后的经济得以迅速回弹。永乐年间的府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充盈起来，为他日后那些惊天动地的烧钱举动奠定了基础。然而朱棣心中那块关于合法性的病灶依然隐隐作痛。方孝孺的血迹虽然干了，但读书人眼里的鄙夷还在。既然杀不完，那就累死他们；既然无法在道德上超越建文帝，那就在文化工业上碾压古今。于是朱棣下达了一道震古烁今的旨意，编纂一部万书之书《永乐大典》。这既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次精明至极的政治算计。朱棣召集了3000多名文人，将他们圈禁在南京的文渊阁附近，日夜抄写编纂。朱棣用浩如烟海的文字工作，构建了一座文化的象牙塔，将士大夫们软禁其中。他用盛世修典的功业收买了读书人的心，试图用文化的丰碑来遮挡权力的血迹。当永乐大典历时5年终于成书，那22877卷的浩大篇幅确实震慑了世人。它保存了中国古代无数珍贵的典籍，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在辉煌的背后，总编辑谢晋的命运却预示了这盛世的残酷底色。这位才高八斗，曾被朱棣视为知己的内阁首辅，最终因为卷入太子之争，被灌醉后扔进雪地里活活冻死。朱棣爱才，但他更爱权力。文化在他手中，既是装饰盛世的金粉，也是清洗异己的借口。当永乐大典的墨香还在南京的宫阙中飘散时，朱棣的目光已经投向了那片神秘莫测的深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仅仅在纸面上成为圣人是不够的，他需要整个世界跪在他的脚下，用万邦的朝贡来洗刷他夺位的污点。公元1405年的夏天，苏州刘家港江面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兽遮蔽了阳光。这是一支由240多艘海船组成的超级舰队，旗舰宝船长44丈，宽18丈，巍如山岳，9根巨桅刺破苍穹。这不仅仅是船，这是漂浮在海上的紫禁城，是移动的国土。统帅这支舰队的是他在燕王府时的旧仆回族宦官马和，此时已被赐姓郑。让一个燕人掌握如此恐怖的海上力量，这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是疯狂的。但这恰恰体现了朱棣的用人哲学。家奴比儒臣更可靠，因为家奴的荣辱系于皇帝一人。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史书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宣扬国威，有人说是为了开展贸易，但在朱棣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或许还藏着那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寻找建文帝。有传言说，那个被大火吞噬的侄子并没有死，而是流亡海外。这个流言像一根刺扎在朱棣的心头，让他夜不能寐。只要建文帝一天不确凿的死去，他的龙椅就一天坐不踏实。然而无论初衷多么阴暗，当这支舰队扬帆起航，劈波斩浪驶向西洋时，大明王朝展现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洋力量。从战城到爪哇，从西兰山到古里，大明的旗帜在印度洋的海风中猎猎作响。
郑和没有像后来的西方殖民者那样烧杀抢掠，他带去了丝绸、瓷器和茶叶，带回了香料、宝石，还有苏丹和酋长们的臣服。但这宏大的排场背后，是国库如流水般的消耗，是沿海无数民夫工匠的血泪，永乐大地的荣耀，是建立在极限透支民力基础上的辉煌。无论印度洋的暖风如何殆尽，也吹不散笼罩在南京皇宫深处的阴霾。万国来朝的盛景，终究只是一剂暂时的麻醉剂。朱棣依然要面对脚下这片让他如坐针毡的土地。如果说下西洋是向世界展示肌肉，试图在空间上延伸帝国的威仪，那么迁都这个决定，则是为了彻底重塑大明的脊梁，寻找一个能让他灵魂真正安息的归宿。南京那是朱元璋的起点，也是建文帝的旧巢。那里的每一块砖石都渗透着让朱棣不安的记忆。江南的雨季太长，容易让刀剑生锈，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南京的文官集团根深蒂固，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正统论偏见，让朱棣感到窒息。他的根在北平，那里是他的龙兴之地，有他熟悉的风雪，有对他死心塌地的将领，更有时刻提醒他保持警惕的敌人。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这不仅仅是搬个家，这是要把帝国的神经中枢从温柔富贵的江南血管强行移植到苦寒的幽燕脊梁上。无数的楠木从深山的原始森林中被砍伐，顺流而下，许多伐木工为此葬身谷底。无数的苏州金砖在窑火中烧制，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这是一场举国体制下的超级动员。公元1420年，北京皇宫终于落成。当朱棣第一次站在奉天殿的丹壁之上，俯瞰着这座完全按照他的意志用砖石和巨木堆砌而成的宏伟迷宫时，他心中的那个家终于从虚幻落到了实处。紫禁城红墙黄瓦，中轴对称，秩序井然。它不仅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套固化的礼仪，一种凝固的哲学。他将皇帝高高托举在权力的云端，将臣民压制在广场的尘埃里。北京城的建立锁死了中国之后600年的地缘政治格局。汉文明的核心从此死死地顶在了游牧民族的冰封之下。天子守国门，这是一种悲壮的战略姿态。它让明朝在之后的2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刚烈不屈的骨气，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这种硬朗的国格是朱棣性格的地理投射。晚年的朱棣陷入了与当年父亲朱元璋极其相似的困境，立储，这仿佛是命运对他最恶毒的嘲弄。他的长子朱高炽仁厚儒雅，但也极其肥胖，甚至走路都需要2人搀扶。他喜静宴动，身边围满了文官，像极了当年的太子朱标，也像极了那个被朱棣推翻的建文帝。在朱棣这个一生尚武的皇帝眼里，这个儿子实在是太软了，太不像自己了。而次子汉王朱高煦英武善战，身材魁梧，曾在靖难之役的战场上多次救过朱棣的命。那股子狠劲和野心简直就是朱棣年轻时的翻版。朱高煦毫不掩饰对太子的蔑视，他自比李世民，暗示哥哥不过是另一个注定被废的李建成。朱棣在2个儿子之间剧烈摇摆，情感上他偏爱那个像自己的朱高煦。在靖难最危急的时刻，
他甚至拍着朱高煦的背，许下过那句著名的空头支票：免之世子多疾。这句话成了日后汉王夺嫡的法理依据，也是朱棣亲手埋下的祸根。理智上，他又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大明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需要一个仁慈的君主来休养生息。更何况文官集团像一堵无声的墙，死死地维护着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场关于帝国未来的博弈，是选择继续像烈火一样燃烧的霸道，还是选择像春雨一样润泽的王道。最终解开这个死结的是一个孩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那个被称为好圣孙的少年，聪慧英武，兼具了父祖的优点。朱棣看着孙子，仿佛看到了大明王朝延续100年的希望。为了这个孙子，他压下了对次子的偏爱，确立了朱高炽的储君地位。他用理智战胜了情感，但他并未意识到，他对朱高煦的纵容已经埋下了日后汉王之乱的祸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防住了别人篡位，却差点让自己的儿子重演靖难的悲剧。即便确立了太子，安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依然让朱棣感到窒息。他属于马背，属于长风浩荡的塞外。晚年的朱棣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疯狂地旋转在征途上，他几乎是连年出塞。此时的大明国库经过下西洋、修故宫、通运河的巨额消耗，早已捉襟见肘。户部尚书夏元吉那位掌管帝国钱袋子的老臣，甚至因为劝阻出征而被愤怒的朱棣下狱。但朱棣停不下来，他要去寻找敌人，寻找那个一直游荡在草原深处威胁着大明安全的阿鲁台。或者说，他在寻找一种存在感，一种只有在刀光剑影中才能体会到的安全感。第5次亲征也是最后一次，65岁的皇帝须发皆白，身披金甲，率领大军深入漠北。然而草原空空荡荡，蒙古人学乖了，他们避其锋芒，遁入无边无际的荒原。朱棣挥舞着重拳，却一次次打在空处，那种无力感比敌人的刀剑更让他绝望。公元1424年，这是一次注定没有结果的远征。明军深入漠北300里，依然不见敌踪。粮草将尽，群臣死谏。朱棣骑在马上，望着北方灰暗的地平线，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疲惫。他终于意识到，属于他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他挥了挥马鞭，下达了班师的命令。这不仅仅是撤军，这是他对命运的妥协。7月，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病魔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击倒了这位巨人。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临终托孤，也没有什么祥云缭绕的意象。在那个充满药味和汗味的御帐里，朱棣迅速地衰弱下去。帐外的风声呜咽，像是无数故人的低语。在弥留之际，他或许看见了那袭黑衣的姚广孝在对他微笑，看见了方孝孺那双滴血的眼睛，看见了那个在火海中消失的侄子朱允文，也看见了那个总是默默为他缝补战袍的徐皇后。他这一生杀人如麻，功勋盖世。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贼，却做了一辈子的强盗，抢夺了皇位，抢夺了安南，抢夺了草原的生存空间。他用一生的时间试图填平篡位者与圣主之间的鸿沟，却发现这道鸿沟是用至亲的骨血和万民的高志挖掘而成的。7月18日，永乐大帝朱棣停止了呼吸，享年65岁。
他在遗诏中只留下了寥寥数语，传为皇太子，丧礼亦如高皇帝遗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野心与挣扎，承认了秩序，回归了传统。当朱棣的灵柩穿过居庸关，回到了他一手建立的北京城，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关于他的争论，500年来从未停止。他的一生是一部悖论之书，起于篡逆，却以雄才大略重塑帝国版图，践踏了最根本的伦理纲常，却又以非凡的意志建立起一套更强大的帝国秩序。他的功业与罪孽如同紫禁城的殿宇与阴影相互依存，无法分割。他是权力的天才，也是合法性的终身囚徒。这种深入骨髓的身份焦虑成为驱动他一生所有行动的核心动力。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那顶夺来的冠冕，他必须比任何合法继位者做得更多更耀眼。他迁都北京，将帝国的政治中心推向抵御外患的前线，以天子守国门的决绝姿态，为明朝铸就了持续近300年的硬朗风骨，却也令整个国家为此承担了高昂的战略成本。他疏浚大运河，贯通帝国的血脉，支撑起北方的庞大消耗。他五征漠北，七下西洋，将大明的影响力推向古典时代的巅峰。这些恢宏的功业背后，是对民力的极致榨取，是国家财政在荣耀名义下的持续透支。在制度层面，他同样展现出一位实用主义者的冷酷与远见。他创立内阁，绕过保守的文官体系，开启了明清2代皇权运行的新模式，却又因对士大夫阶层深刻的不信任，赋予宦官出使、监军、设厂的特权，埋下了明代宦官干政的祸根。他编纂《永乐大典》，以空前规模的文化工程收揽士心，装点盛世，却在文渊阁的辉煌一侧，以诛十族的残酷手段，彻底碾碎了士大夫的气节与道统的尊严。他的统治逻辑始终清晰而强悍，以绝对的权威确立秩序，以宏大的功业掩盖瑕疵，以文化的建构重塑记忆。最终他累死在了第5次北征的归途。这位一生在马背上追寻敌人，也追寻自身存在意义的皇帝，至死未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他赢得了天下，却终生困于夺嫡的梦魇。他建立了不世功勋，却始终无法洗净双手的血腥。历史对他的评价因而永远无法单一。他既是明王朝真正的奠基者之一，将洪武开创的基业推向鼎盛，也是一个无法被传统道德所接纳的弑君者与篡位者。他的伟大与暴虐，远见与短视，开创性与破坏力，如此矛盾又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或许正是这种极致的复杂性，构成了朱棣真正的历史重量。他迫使后世在任何简单的褒贬面前停下脚步，去深思权力与道德、功业与代价、个人意志与时代命运之间那些永恒而艰难的命题。他的身影和他所建造的那座紫禁城一样庞大、辉煌、秩序森严，却也投下漫长而浓重的阴影，笼罩着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天空。